！Oh my god！ 也太美了吧！你在画画耶！这是和这世界上最有美好的东西。哎呦 ！Oh my god！ 也太美了吧！你在画画耶！这是和这世界上最有美。大家好，我是米妈。今天呢，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藤蔓的做法。这个藤蔓的话呢，在一个花束里面的话呢，放上去的话呢，整束花会灵动很多，很简单的一个做法。我们呢就是这样子，小叶子勾好之后呢，缠绕上去就可以了。这个小叶子的话呢，就是跟我们的之前录过的盆栽款呢是一样的。到时候我会把视频呢就剪辑过来，大家呢就跟着我视频往下勾就可以了。就是介绍我们这个小叶子，这个小叶子的话呢，在我们这个小盆栽款里面呢是通用的一个钩法，就是我这个钩了之后的话呢，任何盆栽的话我们都可以借鉴的。好，是变针起针，变针起针的话，这根短的线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放在那个手上方这样子放着。这个线的话可以给它稍稍长一点，大概呢7厘米到10厘米差不多的一个长度。好，这个线圈呢从这里穿上来，就是我们平常打活结的方法，这样打一个活结，钩针呢穿入这个活结里面，把线圈呢这里是活结的话，这里呢是可以收紧的，这样子可以收紧的。收紧的话呢，我们比它呢稍稍比它大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然后长线在手上绕线，绕过我们的小拇指，再绕过这3个手指，手呢捏住这个结头。这样子一直捏住，这一针呢是不算针数的，我们呢一共要起6个辫子针。好，钩针放在线的下方，绕线，钩针头往下压，拉过来，这样子算1个辫子针。1个辫子针钩好之后，我们可以在第1针的这个位置给它扣上记号扣，1，然后绕线。钩针可以稍稍往上提一下，这样拉过来啊，绕线拉过来，3、4、5、6，这样子6个辫子针，然后在倒数第2针这里开始往回勾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呢是倒数最后一针，这个呢是倒数的第2针，在这半条线上面钩织。在这半条线上钩织，这个是我们的第1针。好，钩第1个短针，我们先入针位置先穿进去，在这个位置勾上第1个短针，钩针绕线，把线呢这样子拉过来，钩针稍稍往上提一下，有2个线圈了，绕线一次性拉过这2个线圈，然后这个呢是第1个短针，我们可以在第1个短针的位置呢给它扣上记号扣，给它这里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，这个呢是我们的第1针，等下往回勾要有一个引拔的，所以我给大家扣上记号扣。然后第2针的入针位置呢，就是我们辫子针下一个辫子针的这半条线上面，这样依次往里面勾，然后是勾一个中长针。中长针的勾法，钩针绕线，手呢给它这样子压一下，然后呢穿入这个针目，穿进去，把线呢这样子绕线，把它拉过来，稍稍往上提，钩针上呢有3个线圈了，再绕线，钩针头往下压，一次性拉过这3个线圈。中长针钩好之后，下一个针目是长针，下一个针目的位置看一下，是这里，就是辫针钩好之后，就下一个针这里，我们要在这里钩长针，钩针绕线，穿进去。钩针把线呢拉过来之后稍稍往上提一下，然后有3个线圈了，再绕线，钩针头往下压，拉过来，先拉过前面2个线圈，还剩下2个线圈，再绕线，一次性拉过来，一个长针钩好了，然后再下一个针目，这里钩一个中长针，钩针绕线，穿进去。钩针呢，把线呢拉过来，稍稍往上提，有3个线圈了，然后绕线，一次性拉过这3个线圈，这样中长针钩好了。然后中长针钩好之后，我们最好在中长针的下面呢，给它呢这里扣上一个记号扣，
然后这个系腰扣的位置的话呢，就是这个系腰扣就是我们转角的位置呢，要在这里要连着钩3个短针的。这个位置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了，等一下要钩针用，然后我们把它换到这个位置，就是看到没有，钩中长针剩下的这个洞眼里面给它，这里等它往回钩的第1针是好，然后我们是在这个就是我们转角的这个位置，就是刚刚扣系腰扣拿下来的那个位置，要在这里连着钩3个短针，1个短针，同一个位置进去，第2个短针，在同一个位置进去，第3个短针，这样子，这个转角处3个短针呢就钩好了。钩好之后呢，回到我们这个另一边。回到这一边往回钩，两边呢是一个对称的，然后这个系腰扣对过来的时候，这边是中长针，我们在这里的话呢，就是钩一个中长针，钩针绕线，然后系腰扣这个位置呢穿进去，穿进去之后，你可以把这个系腰扣可以拿掉了，找到它之后，然后把这根短的线呢放在钩针的上方，就是放在钩针的上方，跟线圈呢一起给它钩进去就可以了。好，绕线，把钩针把线拉出来，有3个线圈。绕线一次性拉过这3个线圈，然后钩好之后的话呢，接下去下一针的话呢，就是长针对应的这个长音对应的这个针目了。过去就是变针，刚才钩过一条线了，还剩下了2条线，一并呢把它全部钩进去就好了，就是对应的，两边是一个对称的。好，绕线穿进去，钩针呢把线呢拉过来，有3个线圈。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，还剩下2个线圈，绕线一次性拉过来，长针钩好之后的话呢，下一针就是我们刚刚中长针对应过去的这个下一针，这里钩一个中长针，钩针绕线穿进去，这根线的话呢，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线圈在一起就可以了。拉过来有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性拉过这3个线圈，然后呢，最后一针就是一个短针了，这里钩好，然后剩下的最后一针了，最后一针，反正就剩下这样往回钩，就剩下最后一个洞眼了，我们就在这里钩短针。好，把这个线依旧放在上方，钩一个短针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这一排的话呢，这样子一圈呢钩下来就钩好了。然后我们把这根线给它这样拉一下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个转角位置呢会更好看一点。好的，然后呢，跟第1针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，看一下，这里穿过去，依然把这根线放在钩针的上方，钩引拔针，拉过来，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，拉紧。然后再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钩手针固定的时候，我们注意一下，不是这样子钩一根线，我们要把这2根线一起钩过来哦，这是一个小技巧。2根线绕过来，这样子一起给它这样子拉过来，然后呢，这里的话把这根线呢剪断它就可以了。这样一起把它拉过来，一起拉过来的时候呢，就是这2根线的话呢，在这里的位置的话，我们给它这样子调整一下。这里拉一下，调整拉紧一下，这样子的话呢，这2根线的话呢就在一起了。然后的话呢，假如说我们这样拉的时候，这里很往外梳的话，我们可以这里稍稍给它拉伸一下，让它这个叶子的形状呢更好看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这个叶子的话呢就做好了。到时候我们呢是一起呢把它那个缠绕到那个花杆里面去的。这样子的话有点长的，我们大概呢是比这个长度稍微多一点点，这样子留着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叶子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就是盆栽款的话呢，是一个通用的，很好用的，就是我们用小物件的话呢，都是特别的好用，大家可以这个叶子的话呢，写起来哦。等我们的小叶子呢全部都做好之后，然后呢这里的长度的话呢，给它稍微修一下，跟它这样放在一起。大概呢比我们的这个叶片呢多一点点的长度，差不多就够了。拿出我们的
这个定制的这个细的小铁丝，也叫小花杆。然后呢，一根就够了，这样子一根就够了。拿出其中的一片叶子，大家注意一下，从这里底部这里穿过去，这里穿过去，然后呢往上穿一下，这样子给它穿到线圈里面。你可以这样旋转的往上穿一下，就稍微旋转的往上穿一下，大概呢就是穿到这样一半的高度的话就可以了，就这样子穿着就可以了，大致这样子就好嘞。拿出我们的同色的线来，给它呢这样子跟这些线呢一起稍稍这里跟它一起往回这样放着，大拇指跟手呢给它这样子捏住它，然后呢绕线，自上而下的绕线，这样子。绕线的时候注意一下，就是你绕的时候的话呢，稍稍绕一点点，然后再往下移，然后绕得紧一点，就是你这个线呢拉得紧一点，就这样子往下绕线，然后手这里往下一边捋，一边往下捋，一边往下绕。你可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这里绕的时候这里会这样子会转动，没关系，不用管它，这里会转动，不用管它，没关系哈。然后到这里有小线头的时候注意一下，要把它这样子每一个小线头呢都要给它呢绕到里面去，这样子有小线头的时候一边往下捋一下，一边往下绕。大致呢到这一个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，我们现在每片的叶子的话呢长度是差不多比它的高度稍微多一点，我们差不多这里绕完的时候呢，把下一片叶子呢给它接上去，给它这样子接上去，然后我们给它放在它的这样子放在它的这个背部，然后这个给它这样子捏住，往下绕，继续往下绕。绕的时候我们要紧一点，记得一定要紧一点，依次往下绕。有一边的话呢是往我们的就是两片叶子的话，等一下会依次的那样错开就可以了。很简单的，其实无非就是绕线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绕线。然后正面注意一下，有一面好看一点，有一面呢是稍微不好看一点的，我们都把正面好看一点的朝着我们身体的方向。然后绕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个手要一边绕一边一点点的往下移，一点点的往下移。快要结束的时候呢，手一边往下捋一下，然后呢一边绕，这样子。然后等这里的结束的时候呢，快结束的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我们拿出另外一片叶子，我们给它放到这一边，这边放另外一边，这样子斜着放在它的这样后面，然后手呢给它这样子捏住它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嘞，再继续往下拉紧一下，这样捏住的时候这里拉紧一下，这样子的话呢线缠绕的话呢会很紧。因为我这里录视频这个位置的话呢可能会比较的距离比较短，我可能不太好绕，你自己的话呢可能更好绕一点点。方法呢都是这样子一样的，我们就是这样子依次的往下绕就可以了。我大概呢就是一个藤蔓我放了5片叶子。好，因为我现在这个距离实在不发挥不太好，
然后因为这里的时候呢，可能你这样子旋转不太好旋转，有线头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只能用这样子的笨办法，一个一个的往下这样子缠绕下来。你可以这里手可以给它抵一下，绕一圈的时候这里可以抵一下，这样子。好嘞，我们这边绕好了之后，的话呢，差不多这里结束的时候，我们绕到另外一片了，这一片也是放在它的这个背部，然后稍稍往这个方向，这样子依次错开，再继续往下绕。这个叶子的片数的话呢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，3片、4片、5片都可以，或者6片、7片都是可以的，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喜欢来就可以了。我们方法的话呢，可能就是简单的，我们自己做下来就可以了。你也可以跟着我呢，一起慢慢的把它给做起来。这个藤蔓很简单，但是的话呢，它在一束花里面的话呢，就是放上去的话呢，感觉就是一个特别的灵动，好像是灵魂所在一样。它放上去的话，整束花的感觉就完全好了很多。嘿，因为我现在在这里距离太不利于我的发挥了，我太难弄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慢慢来，用最笨的办法慢慢来就可以了。我这样子手给它捏住绕一下，可能我只能这样子用最简单的最笨的办法往下绕。大家自己有就是不是我在这样录视频这样子的距离的话，你可能就是这样子绕下来就会很简单很多。好嘞，然后我们这里这一片也快结束的时候的话呢，我们到时候给它这样整理一下，到最后弄好之后给它整理一下。然后这一片的话呢，也是这样子放在它的，就是我们看一下好看一点的正面，然后这里不太好看一点的是反面，正面朝上，然后呢放在它的这个枝干的背部贴合它，然后手捏住，这样子捏住，然后继续往下缠绕。继续往下缠绕，缠绕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，让它稍微紧一点，绕得紧一点，就是这个线圈呢，你给它拉得紧一点。等一下，我们把这里小线头全部绕完了之后，我们可以用旋转的方法会更简单一点。然后之前的话，就是有这个线头在的话，我们只能用这样子的笨的办法，因为这样才能绕得好看。如果你这样子用旋转的话，这小线头在可能不太好，我不太好绕。哎呀，这个距离实在是太不容易发挥了。没事，我们用慢慢来哦，不要急。然后藤蔓的话，你可能就是弄的过程中的话，它不是太错开也没关系哈。它这个叶子的生长就按照你自己的喜欢一个按照就可以了。这样子张起来的藤蔓的话呢，就适合于任何的花束。好嘞，我们到这里的话呢，就是下面没有枝头的话，我们可以在这里的话这样子旋转，这样子就简单了很多。我们旋转，然后旋转的话，因为我们这个枝干呢会很长，因为一根的会很长，很长的话呢，等下长度够了的时候，我们给它对折往上过来就可以了。我们先稍稍的往下弄一点，这样子。因为我这里还是场地的原因不太好弄，然后呢，就是你感觉一下，就是这个藤蔓的话，我们不可能那么的长，所以我感觉长度够了的话呢，我给它这样子对折上来，不用剪掉。这样子的话呢，让下面的支撑点呢会多一点，我们就直接这样子对折上来，给它加到枝干里去就好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这里用手先给它绕一下。
绕一下之后的话呢，同样的，我们用旋转的方法往下就好了。这样子看一下就简单多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就是你这样夹的时候，这里的线了，就是这里的小小的那个，最好不要让它露出来，你自己注意一下，最好不要给它露出来，就是你这个吸铁丝不要让它露出来，我们可以给它注意一下。注意一下小细节，小细节弄好看的话呢，会更加的精致。好嘞，就这样子一直的这样子，有没有发现？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旋转就很快了，就不会花很长的时间来做了。之前的在有线头在的时候，我们只能用那种笨笨的扳法，慢慢的给它绕，要给它绕好看。然后这里的话呢，这样子弯下来很好，这样子不会到最后的话，底部不会搓到手。然后你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就是你这里还要再弄一点，快要结束的时候打一点胶，涂一点胶水，这样子。然后胶水有胶枪的话，直接用胶枪；没有胶枪的话，我们用打火机。手呢，这里要给它这样捏住，免得脱落。然后拿住这里，用打火机燃烧，记得用蓝色的火焰哦，不要用黄色的火焰，蓝色的火焰。把胶燃出一部分之后，手不要碰到哈，稍稍涂抹一点，涂抹一点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在这里继续往下缠绕，不用缠绕到底部可以了。我们这样子给它剪断，剪断之后的话，等一下再用胶给它固定一下就好嘞。还是用蓝色的火焰烧。烧好了之后，然后给它这样子底部这里再给它涂抹一下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它这个胶呢就不会线呢不会脱落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上面我们的这个藤蔓的话，你可以整理一下，就是我们不是错开的吗？你给它稍稍的整理一下，然后呢，这样子的话，直直的，你想要让它弯弯的或者怎么样的都可以，按照你自己的一个形状给它一个放到我们的花束里面去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整束花呢就特别的灵动。好的，我们这个藤蔓呢就做好了，你会发现你做的每一根藤蔓的话呢，可能都是不一样的，都没关系，我们有各自的，反正这样子做起来放到我们的花束里面去就好嘞。加油哦！购置当中有不懂还是来问我，我是米妈，拜拜，祝你们都幸福。